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4部熬夜追完的古偶剧，谭松韵主演，你喜欢哪部？谭松韵主演的古偶剧有很多，以下是几部值得推荐的，可以让人熬夜追完的古偶剧，喜欢收藏。1. 蜀锦人家，主演谭松韵、郑业成。剧评：蜀锦人家作为一部以蜀锦文化为背景的古装剧，凭借其独特的题材和出色的制作团队，一经播出便吸引了众多观众的目光。该剧由谭松韵、郑业成主演，改编自庄庄的同名原著，讲述了少女季英英在家族没落之后，凭借聪明才智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将蜀锦带向丝绸之路的传奇故事。首先，该剧最引人注目的亮点便是对蜀锦文化的深入展现。剧中不仅细密地还原了古代蜀锦文化的繁荣景象，还通过精美的服化道和场景搭建，将这一传统工艺之美淋漓尽致地呈现在观众面前。无论是蜀锦的制作过程，还是各种纹样的精美展示，都让人感受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激发了观众对传统工艺的热爱与探索。这种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无疑为剧集增添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其次，演员的表现也是该剧的一大看点。谭松韵饰演的季英英聪明伶俐、独立坚强，她将角色的坚韧与智慧演绎得淋漓尽致。面对家族的困境，她凭借自己的经商天赋和不懈努力，一步步走向成功。郑业成饰演的杨静兰则是一个外表不羁、内心坚定的角色，她与季英英之间的感情线为剧情增添了诸多看点。此外，陈晓云、金超等演员的表现也可圈可点，他们为剧集注入了丰富的情感色彩和戏剧冲突。在剧情方面，蜀锦人家虽然融合了励志、复仇、商战等多种元素，但整体编排却显得层次分明、循序渐进。女主季英英的成长历程被刻画得十分细腻，观众能够清晰地看到她是如何在困境中一步步走向强大的。这种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入挖掘和真实刻画，让观众更容易产生共鸣。然而，该剧也并非完美无缺。一些观众指出，剧中部分内容存在同质化现象，缺乏新鲜感。此外，由于演员问题导致的删减也影响了整体剧情的连贯性。虽然制作团队在 AI 换脸方面做了不少努力，但依然难以完全弥补角色戏份缺失带来的遗憾。在视觉呈现上，蜀锦人家可谓是一部诚意之作。剧中的场景搭建、服化道设计都力求还原历史的质感，色彩鲜艳而温柔，带有浓郁的诗意。部分镜头的构图和拍摄手法更是唯美至极，让人仿佛置身于那个遥远的时代。尤其是剧中展现的集市、宫殿、山林等场景，以及蜀锦在溪水洗涤时的特写镜头，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总的来说，蜀锦人家是一部值得你熬夜追完的古偶剧。它不仅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女主季英英的成长历程，还通过精美的画面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将蜀锦文化之美展现得淋漓尽致。虽然剧中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但依然无法掩盖其独特的魅力和价值。对于喜欢古装剧和传统文化的观众来说，这部剧无疑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佳作。2锦衣之下，主演任嘉伦、谭松韵。剧评：锦衣之下作为一部改编自蓝色诗同名小说的古装爱情悬疑剧，由任嘉伦和谭松韵主演，成功在2020年初带给观众诸多惊喜。这部剧以明朝嘉靖末年为背景，讲述了锦衣卫陆毅与六扇门女捕快员金夏在合作查案过程中，逐渐发展出一段甜蜜又复杂的爱情故事。尽管该剧在特效和制作成本上有所不足，但演员们的精湛演技和细腻的情感表达，
令其成为一部值得反复品味的佳作。首先，该剧最大的亮点在于任嘉伦和谭松韵这对 CP 的精彩演绎。陆毅一角被任嘉伦诠释的淋漓尽致，从冷酷无情的锦衣卫大人到为爱融化的柔情汉子，角色的多层次心理变化通过其细微的眼神和肢体语言展现无疑。任嘉伦的表演堪称教科书级别，尤其是在情感表达上克制而含蓄，完美契合了角色沉稳内敛又不失少年义气的设定。而谭松韵饰演的袁今夏，则是一个灵动可爱、机智过人的女捕快。她古灵精怪的性格与对生活的热情，通过那双会说话的大眼睛表现得生动鲜活。两人之间的化学反应自然而强烈，将细水长流的爱情演绎得真实动人，令观众深陷其中。其次，剧情在爱情线与悬疑线的交织中保持了较好的平衡。陆毅与袁今夏从一开始的互相嫌弃到后来的彼此信任、心意相通，整个过程充满了戏剧性和趣味性。两人在查案过程中的斗智斗勇，不仅推动了剧情的发展，也让观众在甜蜜的爱情中感受到智斗的快感。同时，剧中穿插的家国情怀和历史元素，使得故事不仅仅停留在小情小爱上，更具深度和广度。值得一提的是，锦衣之下在人物塑造上也颇为成功。除了男女主角外，韩栋饰演的小阁老严世蕃亦是一个亮点。他的话中有话，心机深沉，为剧情增添了不少波折。而剧中对于反派角色的刻画也较为立体，不再是简单的脸谱化，使得整个故事更加丰满和真实。尽管该剧在制作上存在一些不足，比如被观众吐槽的五毛特效，但几位主演的出色表演无疑弥补了这些缺陷。他们通过对角色的深刻理解和细腻演绎，赋予了角色灵魂，让观众完全沉浸在剧情中，忽略了其他方面的瑕疵。总的来说，《锦衣之下》是一部瑕不掩瑜的古装爱情悬疑剧，它以真挚的情感、精湛的演技和细腻的表达，征服了众多观众的心。在浮躁的剧集市场中，这样一部用心诠释爱情与悬疑的作品，犹如一股清泉，甘甜而动人，值得一看再看。三锦心似玉，主演钟汉良、谭松韵。剧评：锦心似玉作为一部改编自滋滋小说《庶女攻略》的古装剧，自开播以来便吸引了众多观众的目光。该剧以明朝为背景，讲述了庶女罗十一娘在嫁入徐府后，凭借智慧与勇气化解家庭纷争，并与永平侯徐令一见生情愫的故事。剧集凭借流畅的节奏、精致的服化道以及演员们的精彩演绎，成为了一部值得细细品味的作品。首先，剧集在改编上做出了不少努力，在保留原著精髓的基础上，对人物关系和情节发展进行了适当的调整，使得剧情更加紧凑且富有张力。男女主角的感情线发展自然，从最初的相互试探到后来的心意相通，每一个阶段都充满了细腻的情感变化。钟汉良饰演的徐令仪，外表冷酷，内心温柔，将角色的复杂情感演绎得淋漓尽致，而谭松韵则把十一娘的聪慧与坚韧刻画得入木三分，两人之间的互动甜蜜而有趣，为观众带来了不少欢乐。从剧情的角度来看，《锦心似玉》不仅仅是一部简单的甜宠剧，它还融入了丰富的宅斗元素。剧中各色女性角色为了家族利益和个人幸福，在高门大院中展开了一场场智斗。这些角色各具特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反派或配角，而是有着自己独立思想和情感的人物。例如乔连房虽然心机深沉，但对徐令仪的爱却让他在斗争中多了几分无奈和悲剧色彩。这样的设定使得剧情更加立体，也让观众在观看的过程中能够体会到人物内心的挣扎与抉择。在制作方面，《锦心似玉》同样表现出色。
精美的服化道和烤酒的场景布置为观众呈现了一个真实而华丽的明朝世界。演员们的表演也值得称赞，不仅主演们演技在线，就连配角们也都有着出色的表现，为整部剧增色不少。然而，锦心似玉并非完美无缺。一些观众认为剧情在某些的方略显拖沓，尤其是在反派角色的塑造上缺乏足够的深度和层次感。此外，虽然男女主角的感情线是剧集的一大亮点，但在宅斗情节的处理上，有时却显得过于简单化，缺乏足够的悬念和惊喜。尽管如此，《锦心似玉》仍然是一部值得一看的古装剧。它不仅为观众带来了甜蜜的爱情故事，还通过宅斗情节反映了古代女性的生存状态和内心世界。在当下众多古装剧中，《锦心似玉》以其独特的魅力和扎实的制作脱颖而出，成为了一部备受欢迎的佳作。总的来说，如果你喜欢甜宠与宅斗交织的古装剧，那么《锦心似玉》绝对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它不仅有着精美的画面和出色的表演，还蕴含着深刻的情感内涵和社会意义。在观看的过程中，你可以感受到爱情的美好与力量，也可以体会到人性的复杂与多样。无论是作为消遣娱乐，还是深度思考，《锦心似玉》都能为你带来不一样的观影体验。4. 逍遥，主演谭松韵、侯明昊。剧评：逍遥作为一部充满奇幻色彩的古装剧，凭借其深刻的主旨、丰富的情感和精湛的制作，带给观众一场视觉与心灵的盛宴。剧名《逍遥》不仅是对主角命运轨迹的描绘，更是对剧中人物内心世界和精神追求的深刻反映。回魂仙梦作为剧情的重要转折点，不仅是逍遥的自我救赎之旅，更是对侠这一核心主题的深刻阐释。逍遥在小时候的自己心中播下了侠义的种子，告别审慎，决心与灵生死同路，勇敢直面宿命的终局。这一立意在女娲的讲述中得到了呼应，唯有舍己为人的至善，才能战胜为了权力和欲望而灭绝人性的至恶。尽管结局是宿命的安排，但过程中的选择与行动才是其真正意义所在。这一主题通过结局不是终点，过程更为重要这一台词得到了完美传达。剧中逍遥与月如之间的情感纠葛也是一大亮点。10年前，逍遥乘凤凰拯救了坠落的小月如，10年后，月如怀着大侠梦坠落，牺牲自己救了逍遥。这样的情节设计不仅展现了角色的成长与转变，也深刻诠释了侠义2字的真正含义。决战情节中，九剑仙为救逍遥使用九神咒超过次数限制而回天乏术，临终时收徒、转功、赠剑、传道。这一改编升华了角色的潇洒与豁达，也凸显了他对逍遥的欣赏和慈爱。有酒了逍遥一句出口，九剑仙安慰地拍了拍爱徒的脸，再配合侠者之心的 BGM， 着实使人泪奔。而逍遥在师父牺牲过后，新生命的到来意味着希望和传承，给压抑的情感填补了一丝光亮。剧中贴心设计了一家3口团聚的情节，温馨背后透露出挥之不去的感伤。姚玲心中明知此去恐怕再无归期，渴望的平淡却又美好的未来恐怕永不会实现，但都没有言明内心的伤感。玲在锁妖塔后再度上线，从一开始看似柔弱的少女，成长为勇敢坚定承担使命、充满神性的女娲后人。她是深爱逍遥的妻子，也是怜爱女儿的母亲，人物性格与情感的塑造非常细腻。然而，剧集也存在一些遗憾，由于时长的限制，剧情节奏略显仓促。其余的情节如果能更加还原游戏里的神迹，利用特效和配乐呈现干旱荒芜变为生机盎然的壮丽场景，感染力会更强。或许可以将其余情节提前至倒数第2集的结尾，以强化情感的升温。如果能通过阿奴与唐钰的视角更深入展现民众疾苦、
家国动荡，那么此时的天降甘霖将显得更加珍贵。总的来说，逍遥凭借其深刻的主题、丰富的情感和精湛的制作，成功塑造了一群有血有肉、充满侠义精神的角色。剧中关于命运、选择、爱与牺牲的探讨，引发了观众的深刻思考。尽管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但依然是一部值得一看的古装剧。以上这4部古偶剧各有千秋，但都凭借精彩的剧情和谭松韵出色的演技赢得了观众的喜爱。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其中一部或多部进行观看。